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恋爱8年，从校服到婚纱，给我们赚够了羡慕。结婚前夕，我无意发现他把曾经独属于我的昵称给了别人。我的在意在他眼里成了无理取闹、小题大做。后来我丢了校服，扔了婚纱，我一遍遍数着银行卡上的余额，对着手机亲了又亲。毕业4年了，我和季青海终于攒够了首付，马上就能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扎根了。按照惯例，今天是我给季青海发生活费的日子。原本我是不要他工资的，我们一起租房子，生活费都是各付一半。是季青海和我说，我可是有老婆的人，工资上交，等老婆给我发生活费，那可是他们羡慕不来的。从那以后，季青海每个月收到工资，都原封不动地给我转过来。就是最近他们单位效益不好，他已经有半年没给我转工资了。叮的一声，季青海手机响了，听着浴室哗哗的水流声，我眉眼弯弯。一会季青海出来，看到钱又要夸张地演一遍谢老婆大人赏赐，偏偏我爱极了他那风趣模样。余光轻扫，恰巧捕捉到季青海手机屏幕上弹出的小棒槌3个字，我嘴角咧得更大了。我和季青海是高中同学，那时候的我脾气火爆，做不出来物理题，头发都能揪掉一小撮。我正烦心呢，季青海走路不小心撞到了我，被我一顿痛骂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背地里偷偷叫我小棒槌。后来我们考去同一个城市，渐渐来往多了。我发现他细心又幽默，他发现我直爽又善解人意，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。8年时间，从校服到婚纱，小棒槌也就成了他对我的专属昵称，说是感谢他成为我们的红娘。我记得他和我恋爱后就把昵称改成老婆了呀，什么时候又改回去的？我眉毛轻皱，片刻才恍然大悟，肯定是我这段时间工作忙，没空搭理他，他不满意了，不敢和我抱怨，只能搞这种小动作。我撇了撇嘴，在心里暗骂一声，哼，小心眼的男人可真记仇。我加班还不是为了多攒点钱买房子，这个月我可是发了1万的奖金呢。说不定他为了报复我，还在手机里还私藏了我的丑照。想到这里我坐不住了，趁他不知道，我得赶紧删除他嘲笑我的把柄。我拿过手机，熟练地输入密码。这些年我从未动过他的手机，尽管他曾对我放出豪言壮语，手机随我翻，但最起码的信任我还是有的。这是第一次。我点开微信界面，笑容一僵，扬起的嘴角缓缓垂下。小棒槌给他发的消息是：臭弟弟，等你1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不上游戏？末尾还有3个委屈的眼泪汪汪的表情。小棒槌不是我，那我呢？我目光下移，老婆那一栏里明晃晃地显示着消息免打扰。原来小棒槌已经变成了他的新置顶，而我这个老婆只有发消息的时候才能弹出一个不声不响的红点，勉强升到第2位。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的工作群游戏号挤出屏幕。明明是盛夏，我却冷得直发颤，好似被一盆冰水兜头浇下。我哆嗦着手指，鬼使神差的点进去那个小棒槌的消息界面。原来我每个加班的夜晚，是这个人陪他打游戏，互道晚安。情人节他舍不得给我订一束花，说都是商家骗人的把戏，却掐着点给他发过去520红包。他不是不懂浪漫，他只是不想对我上心了。我刷刷的往上翻，聊天记录差不多有1年了。
季青海从一开始的敷衍，到最后的无条件宠溺。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滴答在手机页面上，把季青海发的话都给放大了。小棒槌，别生气嘛，下次哥哥带你飞。对方发过来一个撅嘴自拍，还附赠一句话：臭弟弟，比我小还敢说是我哥哥，叫姐姐。季青海给他回的是：你比我大能怎么样？还不是笨笨傻傻的，以后我就叫你傻妹妹。小棒槌这回真的生气了，发过来一张图片，脸颊都鼓鼓的。我比季青海还要小上1岁，这个女人更是比我年长，可她看起来很是天真漂亮，不像我，因为这1个月的加班加点，瘦了好几斤不说，还熬出了黑眼圈。我看得太过专注，没注意到流水声已经不见了，直到一个冷冽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响：看够了吗？季青海的声音吓得我一激灵，我手一滑，手机不小心掉进床底，恰巧此时他的微信又叮了一声。我猜可能是小棒槌等着急了吧。季青海看见手机掉了，一把推开我，着急地伸手去捡。我一时不察，脑袋撞到床头柜上，尖锐的3角戳进肉里。小棒槌是谁？他眼皮都没舍得抬一下，噼里啪啦的打字，听我再一次加大音量，才厌烦地回一句：我的一个游戏好友。程素素，你现在能耐了，还敢乱翻我手机？亏我信得过你，没有改密码，没想到你这么恶心。我低下头，自嘲一笑，不知道是人心易变，还是他变了。游戏好友会每天发自拍，哥哥妹妹叫不停。游戏好友会把他置顶，在520互发情人节快乐。你之前不是说那只是对我自己的昵称吗？那就是一个备注而已。大半夜的，因为一个称呼对我大喊大叫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呢？是你说的，那是我们的红娘，是我们8年感情的见证。是无数次散步的时候，你怕我危险，让我走在里侧。是我生理期脚凉，你捂在胸口的一整夜。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青葱岁月，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给我当头一棒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嗓音沙哑：季青海，我们分手吧，你是知道我性格的。听我提分手，季青海才不情愿地抬头，眸光一顿，颇为嫌弃地开口：把你头上的血擦一下，别一会蹭到床单上，装给谁看呢？我一抬手，这才后知后觉地摸到一抹温热。季青海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不耐烦地补充着：程素素，明天还得取婚纱照呢，你最好消停点啊。多余的话我也懒得说。我默默掏出手机计算器，仔细核对了好一会。这是你之前的工资，去掉房租和生活费，都转给你了。礼物价值差不多，互扔就行。就是婚纱照的钱有点可惜。看到银行卡的一声短信提醒，季青海这才有些不敢置信地抬头：程素素，你玩真的？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，我们2个连面都没见过，你瞎吃什么飞醋？那不只是一个称呼，是我不再是唯一，不再是偏爱了，是你不配了。游戏好友会叫你臭弟弟，半夜10点给你发私信，发自拍互道晚安。怪我太孤陋寡闻了，现在的游戏好友都这么全能了吗？我的话应该是亵渎了季青海的傻妹妹，她瞪圆了眼睛，脖子上青筋暴起。程素素，你现在怎么这么龌龊了？自己内心扭曲，就把别人也想得这么肮脏。她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我当初是看她情绪不好，一时心软才带她打游戏的。
从前说我心思单纯善良是他，如今说我龌龊扭曲还是他。是啊，你多博爱呀，一软就软1年，中央空调都没你暖。我嘴里说着，手上动作不停，为数不多的衣服一股脑的都塞在行李箱里。锅碗瓢盆也是对半分，不能便宜了他。季青海看着我叮叮当当，眼中闪过怒意。程素素，你以前的善解人意都哪去了？还是说装了这么多年露馅了，不想再装下去了？眼眶中的泪水打转好久，才被我憋回去。听到这句话，心脏还是忍不住微微刺痛。什么是善解人意？是加班回来水池里堆积的碗筷，是沙发底下永远藏着的一只袜子，是洗衣机里堆不下的衣服，是下雨天淋湿满身只换来一句嘲讽。原来在他眼里，只有任劳任怨才算得上善解人意。我胡乱擦了一把脸，懒得与他分辨。还好我之前留下2个大的编织袋都派上用场了，整理好一切，我叫了一个货拉拉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我特意好心提醒他，哦对了，下个月房租就到期了，这个月我多付的1半就不要了，就当你这些年还算卖力，赏你的。季青海大声爆了一句粗口，关门前他得意地看向我，对着手机大声嚷着，傻妹妹，今天哥哥陪你打通宵。我动作一顿，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，满脸庆幸。感谢远方那位不知名的三姐，她妹妹傻不傻我不知道，我看她倒是像个傻逼。我找了一个离公司很近的宾馆住了下来，司机师傅主动帮我搬行李，我特意多给了100，师傅开心地和我一直道谢。你看，付出会得到回报的，是他的问题。折腾完已经后半夜了，我本以为我会睡不着，没想到竟然意外睡得安心。第2天早上，我被一阵铃声吵醒，是婚纱店的老板。姐，麻烦你帮我把婚纱照扔了吧，婚我不结了。老板一时顿住，茫然地重复着好。我看时间还早，想着再补一觉，没一会又被吵醒了。是我昨天联系看房子的中介。昨晚我本来是想和季青海说买房子的事，抱歉啊，房子我暂时不买了。听我说完，中介态度没有丝毫改变，忙说让我有需要再找他。我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我想租个房子。为了算计怎么能多省点钱，以前我特意租了一个偏远的房子，每天要提前2个小时出发，先骑单车，后挤地铁。果然，心疼男人会倒霉。新房子的房租要贵1半，但是省下了我大半的通勤时间，也省下地铁费了。难得周一早高峰，我竟比平常晚起了1个小时。中午休息，闺蜜和平给我发来消息，素素，这周末和你家季青海请个假，姐给你办个单身 party， 以后你就是有正一族了。一时匆忙，我和季青海的事忘了告诉他了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和平又发过来一个八卦的表情。素素，你说实话，你俩要买房子，是不是你家季青海中彩票了？我满屏黑人问号脸。和平发过来一个坏笑的表情，接着说，我看他在游戏里疯狂地买装备，那大手笔的模样，一堆人跟在身后喊小哥哥呢，你可得看好了。我闺蜜喜欢玩游戏，早在大学的时候2个人就加了好友，平常没事组队什么的。看来他攒的钱都用来听别人喊他小哥哥了，那我祝他多认识几个傻妹妹吧。和平又刷了好几个求包养的表情包，才罢休。我们上周分手了，周末忙着搬家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他出轨了。总之，在我心里，他就是出轨了。
和平隔了好一会，才给我发过来一段60秒的语音，里面有40多秒都是国粹，含妈量极高。我反复听了5遍，终于从中提取出2句完整的话。我说他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他在游戏里和一个女人结婚了，孩子都生2个了。这个狗渣男，成绩不如你，挣钱不如你，除了长得凑合点，哪点能配得上你？他特么还玩上出轨那一套了。我愣了半天没有回话。当初他一句省钱买房子，我就答应了他，没有求婚，没有戒指。我还劝自己，季青海这是会过日子啊。现在想想，恨不得甩自己几巴掌。感谢小棒槌打醒我这个恋爱脑，小棒槌真是我的贵人。和平估计是怕我心里难过，忙转移话题。周末我带你去买衣服，他的狗眼瞎就瞎了，我得让你知道，哥哥哪有弟弟香。和平的宗旨一直是心中无男人，拔剑自然神。不过他说的没错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没过2天，季青海的电话就打来了，怪我当初心软，怕他觉得账单有问题，说我占便宜才没给他拉黑。程素素，那洗衣机你是不图便宜呀？衣服洗出来都皱巴巴的，还怎么穿呢？袜子怎么没找到新的？你就给我买这么几双啊？电话刚一接通，季青海质问的语气就透过话筒传出来。季青海，如果上次我说的你没有听清，现在你可以录音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账单你也看到了，既然没有问题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要是缺妈就回家，我现在没有领养儿子的打算，更何况还是你这种低能儿。我没理会季青海的气急败坏，挂断拉黑，一气呵成。周末我和和平约好了逛商场，我过了1周的安稳日子，舒心多了，整个人都恢复了许多光彩。和平更是给我选了好几个大胆的吊带连衣裙，催着我换上。我拉开帘子，正巧看到季青海站在收银台前，手里拿着大包小裹，准备结账。他也不出意外地看到了我，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惊艳，没一会就换成一副趾高气昂。脑残的世界咱们也不懂，凭我对他的了解，可以猜测1、2，八成是认为我特意和他创造偶遇，再换一种穿衣风格吸引他。见我向他走过去，他嘴角的得意越发明显了。程素素，没想到你自己不好意思，还带着和平一块来堵我。行了，既然你这么大费周章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吧。你过来和我认个错，把这些衣服都买好单，保证以后不瞎吃醋，我就原谅你了。我目不斜视地从他身旁走过，扫码支付完，挽着和平的胳膊出门了。我煞有介事地问和平，这人谁呀？是精神病吗？可能是新型乞丐吧。说完，我和和平笑作一团，巨大的落地玻璃上反射着季青海青红交加的脸。收银小妹妹又助攻了一句：先生，这些您还要吗？1周后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我接起来一听，又是季青海。我眉头一皱，刚要挂断，季青海尖锐的声音刺得我一顿。等等，程素素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还把我拉黑了。我昨天问小棒，问他了，他说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，心情不好，脑子就不正常。我算算你应该是过去了。我都吃了1周的外卖了，衣服也堆了不少没洗的，你别无理取闹了，赶紧回来。就是你这个吃醋的毛病得改，作为惩罚，以后你的工资都放在我这里存着，我给你发生活费，什么时候你知错了再给你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掀不起一丝波澜。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就算了，
还没有脸。季青海，你糊涂啊！这不是耽搁自己了吗？有病还是得趁轻治，你年纪轻轻，怎么就放弃治疗了呢？现在你都发展成这样了，治好了也得流口水呀。挂断电话，我中午多吃了一碗米饭。我本以为再也不用看见季青海了，没想到他的脸皮修炼得更进一步了。这天下班的时候，季青海罕见地出现在我单位门口，一改往日低调的模样，打扮得像个要去配种的鸭子，抱着一束玫瑰花，在人群中很是扎眼。我转身就要换条路走，季青海三两步跑到我面前，故作潇洒：“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一个台阶下，你不就是想在同事面前出风头，炫耀有一个帅气的男朋友接你吗？1个月前，我加班到10点，外面下着好大的雨，我半天也打不到车。电闪雷鸣，吓得我不知所措，想着让他来接一下我。他说他累了，让我别矫情。可我进屋的时候，他明明还在那打游戏，眼神都没舍得分过来一下。过了好一会，看见我淋湿的衣服，嘲笑一句让你不看天气预报，这回长记性了吧？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，是我眼瞎心盲，这次我可长记性了。我被他自恋的话惊得一时没有反驳，季青海眼中的嘲弄更重了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赶紧回去吧。这几天住宾馆又浪费不少钱吧？这些钱可都得算在你自己的生活费里呀。对了，房东来催房租了，你赶紧把钱给他打过去。怪不得他今天过来找我呢，看来是钱都挥霍完了，又想起来我这个冤大头了。你沿着这条路走2个路口，再左转，那家精神病院口碑还挺好的，不过你这样的现在不好说了。我啧啧2声，有些可惜地摇摇头。季青海听见我的嘲讽，表情僵硬一瞬，很快又换上一副嘴脸。程素素，我都主动低头了，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？你不就是想早点嫁给我吗？我妈都说了，正常你都和我同居了，彩礼就是不给的。但是她心肠好，答应给你2万，不过前提是你不能给你爸妈呀，结婚以后都得带回来。对了，补拍婚纱照的钱得你自己单独出啊。我上上下下打量他好几眼，好像第一次认识他，或者说这8年我只是把他想象成我眼中欣赏的样子，没有真正了解过他。他看我的目光越来越嫌弃，一副被他说中的样子。我毫不犹豫对着他的脸猛吐一口：呸！狗渣男，也特么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熊样，没有镜子还没有尿吗？怎么的，尿太黄，给你开美颜了？你一个本科都考不上的自大男，你妈还把你当成了谁都争抢的香饽饽了。我当初是被屎糊住了眼睛，才看上你这么个满嘴喷粪的狗玩意。赶紧带着你那个高傲的妈，给我滚得越远越好。季青海气得双眼通红，咬牙切齿：程素素，你都被我睡了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二手货还想嫁给别人？我抡圆了胳膊，对着季青海的右脸猛扇一巴掌，打得他一趔趄。快速浮现的五指印，配上他那张狰狞扭曲的脸，赏心悦目极了。就你这种货色，时间越来越短，体力越来越次，技术越来越拉，还有脸在这大言不惭。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，我这几年确实是委屈了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去找个身强力壮的了。季青海的脸红透了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，想扔了花还舍不得钱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越走越远，气得干瞪眼。没过几天，我刷着朋友圈看到了房东大哥的招租广告。
看样子季青海是被撵出去了，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一句：活该了。我没想到季青海对我还没死心。公司新来了几个实习生，有2个分到我部门，由我负责带。2个小孩这段时间帮我不少的忙，成长很快。我特意趁着周末请他们吃饭。其中的小女孩恰巧去卫生间了，季青海就在这时冲了出来。程素素，怪不得你不回去，原来是在外面有野男人了。你还老牛吃嫩草，真不嫌丢人。就是这个小白脸，勾的你不回去是吧？说着，一拳就对着那个男实习生打了过去。意外来的猝不及防，实习生的左脸硬生生挨了一拳。我赶忙起身，端起面前的水杯，对着他脸洒过去。季青海，洗洗脑子吧，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龌龊。饭店的保安及时冲了出来，把季青海控制住了。我左手抓起季青海的头发，向后猛地一拽，季青海吃痛地抬起头看我。我冷笑一声，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，打了10多个巴掌才被人拉开。素素姐，我没事，一点都不疼，你别冲动。这个新来的实习生对着我憨憨一笑，害羞地直挠头。他和这个女孩是一对情侣，也是从校园到工作，没有家庭背景，只能靠着一腔勤奋去闯出一片天地。他和季青海不一样，天冷的时候，他一边数落那个女孩，一边把衣服脱下给她披上。女孩想喝自己煮的奶茶，他嘴里说着矫情，当天就买了一堆材料亲手做。工作中被资历深的前辈冷言冷语，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，直到女孩被上司骂哭了，他一脚踹开了经理大门。慌乱中，有好心人及时报警了。季青海因为寻衅滋事被拘留了半个月，赔偿所有的损失。因为他才受了无妄之灾，我很愧疚，特意给他申请了1周的假，买了一堆的营养品。警察局里，季青海明白了真相，后悔不已，对着我痛哭流涕。素素，是我糊涂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冤枉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好好和你过日子，我不能没有你呀。素素，我们在一起8年，你就这么狠心抛弃我吗？他2只手被铐住，眼泪鼻涕糊一脸，还自信地挺挺胸膛，微抬着下颚，摆出一副帅气逼人的样子，看得我一阵反胃。你还是留在警察局反省吧，我现在喜欢体力好的，你这样的渣子我可看不上。幸好你和那个傻妹妹没有发生什么，要不然就你这3分钟的战绩，人家一个单亲妈妈能看得上你？没想到人家还真看上了。我一接起电话，小三姐就开门见山：我是季青海的朋友，你们的事季青海都和我说了，我想和你谈谈。这是我的贵人，我可得当面感谢。工作日中午的咖啡店人不多，我一开门就看见他了。他和照片上的差距有些大，脸没那么白，年龄看起来也没那么小，2尺厚的粉都盖不住眼角的皱纹，眼神更是和单纯丝毫不沾边。我刚一坐下，他就忍不住地炫耀起来。季青海都和我说了，他和你在一起没有激情了，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，他现在喜欢的是我。我怕打雷，季青海就开着语音陪我一夜，把我哄睡了都舍不得挂断电话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在游戏里和我求了3次婚呢，我们都要生3胎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别以为我是个单亲妈妈就矮你一头，我儿子他也喜欢得很，玩具衣服都堆成山了。我想着，这大概就是爱屋及乌吧。我面不改色地点完2杯咖啡，认真听他说，还时不时地点头附和。
傻妹妹见我无动于衷，脸都笑僵了。2个月前，她还和我一起带着我儿子去了动物园，我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家3口呢。怪不得我洗衣服的时候，在她裤兜里翻出来几根菜叶。店员适时地端来2杯咖啡，我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明明还是一样的口味，难得这次喝起来感觉甜上许多。我放心咖啡杯，不慌不忙。季青海没和你说我已经不要他了吗？那他应该也没告诉你，我的工资是他的2倍吧？哦，现在是3倍了。没有我，别说他给你们买东西，住的地方他都没有。看他的表情显然是不信，8成以为我要拆散人家的好姻缘呢。我没给他插嘴的机会。你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小三的人，来我面前宣示主权，是想证明自己的魅力吗？还是你的前夫就是被这种手段撬走的，你想有样学样？一个背叛我的狗男人，我还没放在眼里，你找错人了。他气得胸膛上下起伏，表情阴狠又恶毒。原来他生气的时候不是鼓起脸颊呀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不就是不甘心吗？不想看见季青海和我在一起，你怕输给我。季青海说了，我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，当初和你在一起是被你的假象蒙骗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上当的。你给不了他的温柔体贴，我都能给。我在心里默默替他补充了一句，季青海也能给你。能给你脱发、懒惰、阳痿、早泄。今天的咖啡我请了，算是感谢你帮我脱离苦海。我转身就要出门，傻妹妹尖锐的声音在我身后猛然响起。你心里现在一定极度疯了吧？你们8年的感情还抵不过我的一滴泪。我一定会和季青海结婚的，到时候就不邀请你了，免得你难过。我脚步一顿，赶忙快步走出去。晚一点，我怕笑出声来。尊重、祝福、锁死。3个月后，我确实是在婚礼上看见季青海了。不过新娘不是他的傻妹妹，新郎也不是他。我和和平参加朋友婚礼，大屏幕上滚动着新人的照片动画。所有人都开怀大笑，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意外地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上菜了，慢回身。季青海一身酒店职业装，推着移动餐台，游走在各个餐桌前。还是和平眼尖的先看见了他，饶有兴致地踢了踢我腿。我有些意外地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季青海满脸通红，装作不认识我。这次的酒席格外的美味，钱没白花。不成想，我去洗手间的空隙，季青海找上了我。他蹲在我面前失声痛哭，伤心的像是死了妈一样。2只手轮番抽自己嘴巴，啪啪响得很有节奏。素素，我错了，他就是一个贱人，他连你的一个头发丝都不如。他把我的钱全都骗走了，还刷爆了我5张信用卡。他的那个孽种还偷偷拿着我的手机充游戏，害得我现在身无分文，还得出来兼职端盘子。我听到这里一惊，兼职？怎么可能兼职？今天过后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就失去这份兼职了。素素，是我眼瞎，看上那个小婊子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，游戏我也都卸载了，我再也不玩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就一心一意地和你过日子。你看，从小棒槌到小婊子，就用了3个月。季青海哭红了双眼，身子一抖一抖的。是不是真的后悔不得而知，目前来看惨是真的惨。我愣神的功夫，季青海就要上前抱住我的大腿。刚要伸手，和平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飞过来就是一脚。
季青海重心不稳，一屁股摔在地上，龇牙咧嘴的滑了3-4米远。哪里来的疯狗，离我家速速远点，别再给我们咬了。这家酒店的治安不行啊，我得和他们经理反映一下。酒店经理对着我好一顿道歉，并再三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发生。我俩相视一笑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上次看见季青海的狼狈样，我舒心多了，上班都充满了乐趣。最近这半个月的时间，我总感觉有人跟踪我。我知道一定又是季青海，他不死心，更舍不得我这根救命稻草。部门分过来的实习生女孩现在已经转正了，下班的时候特意叮嘱我：素素姐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大雨呢，你可一定要关紧门窗啊。我笑着谢过她。今天晚上有大雨，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像往常一样回家，季青海就跟在我身后不到100米的地方。我一回头，他就蹲下身系鞋带。就这样，我走了一路，他跟了一路。我一进屋，难得拉开窗帘，向外望了一眼。好巧不巧，看见季青海直直地站在一棵不大的景观树下。季青海好似有些失望，刚要转身离开，眼尖地瞥到了窗边的我，一下子站得更直了。天气预报还是很准的，没过半个小时就开始电闪雷鸣，估计是入冬前的最后一场雨了。大雨下得又快又急，我中途每隔15分钟就站在窗前，时而拧眉，时而心疼。就这样反复几次，季青海终于倒地不起了。我心满意足地拉上窗帘睡觉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一睁眼就去拉窗帘，没有看见季青海的身影。我有些失望，就现在这个温度，他在外面躺一晚上，不死也得是植物人。可惜了，还是好人多呀。和平说是要庆祝我重活新生，非要拉着我去酒吧潇洒。其实是他看上了人家一个新来的小鲜肉。酒吧里，和平正忙着和小鲜肉调情，你喂我一口棒棒糖，我喂你一口酒。两个人你来我往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和平是这的常客，老板恨不得把那几个新来的都给他送过来。我趁着他们两个不注意，暗戳戳地摸了一把面前小鲜肉的腹肌，这手感，这腰劲，怪不得能让和平垂涎3尺呢。我还想趁着和平和他调情的时候，再偷摸占一下便宜。一个邋遢的大叔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吓得我手一缩。我努力看了好半天，听到一声熟悉的素素，这才反应过来是季青海。这才多久，季青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，头发粘在一起，有的都已经打结了，用不着靠近都能闻到一股刺鼻味。圆滚滚的身子就差把衣服撑爆了。我扭头对和平说：他们家是上新项目了吗？怎么还有动物表演呢？和平装作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，借机躺在人家小鲜肉的怀里，搂着人家腰说：你们家是推出新节目了吗？也不提前告诉人家一声，吓死宝宝了。我转过头，无奈地翻了个白眼。色中恶鬼，实在是没眼看。季青海不知道是精神受刺激了，还是脑子搭错了弦儿，一脸被鼓舞的样子，兴奋地站起来就要往台上爬。素素，你是喜欢这样的吗？我也可以。说着，季青海就开始脱掉上衣，一肚子的肥肉都跟着颤了颤。刚爬上一条腿，就被好几个保安给架走了。后面发生什么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因为这个插曲，老板特意出面道歉，还给每人赠送一杯鸡尾酒，腹肌小鲜肉也多营业1个小时。我和和平都很开心。
没想到季青海还有这样的作用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季青海，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残了。1年后，我表现突出，破格提拔成了部门经理，薪资也是跟着水涨船高。没过多久，我又联系了那个中介。你好，我这次想买个小房子，全款。程姐，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买房子。你放心，老弟肯定给你挑个让你满意的。故事完。